美女总监上任第一天就开除了我这个为厂里奉献一辈子的老技术员，只因我不会做 PPT 和报表，她就当着上千员工的面在誓师大会上指责我是个寄生在工厂血管里的经验流。我决定要将工厂全面升级，与国际接轨。像林根这种连报告都不会做的老工人，已经是智能化的绊脚石。此话一出，全场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惊呼。我在这间厂钻了28年地沟，这双手摸过每一颗螺丝的松紧，听过每一节齿轮的咬合，现在在江月宁嘴里，这些保护了上亿资产的手艺却成了必须切除的瘤子。昨晚为了给那台被称为老祖宗的德国5轴联动车床做地基沉降的物理补偿，我一直趴在地沟里听诊到凌晨4点。那种因为地壳微动带来的3%度偏角，江月宁引以为傲的全实时监测系统根本察觉不到，但我没解释。我徒弟小杨在后边急得直跺脚，嘴唇嗡动着没敢出声。我知道他想让我认个怂，说自己愿意去学那个复杂的诊断系统，但我的眼神却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只因我知道他这简直就是在自寻死路。江月宁看向人群中的我，面露不屑，接着就从助手手里接过早就准备好的优化决定书。根叔，从这一秒起，你的机修班正式解散，你的岗位补偿金已经打入账户，带着你那些油烟味的经验去公园下棋吧。人群中一阵骚动，因为这不仅是开除，这是在给一个守了厂子30年的老兵举行一场工业葬礼，他们全都为此感到愤愤不平。然而最本该愤怒的我却没有丝毫表情，一脸淡定地看向台上的新任总监。既然他相信代码，那就让代码去跳舞吧。江总，数字能算出圆周率，但算不出铁的心思。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我一步步走向江月宁。江月宁冷笑一声，侧过身子，像是在避开我身上的机油味。怎么，想求我再给你留个扫地的位置？我没理他，从耳朵后取下那支夹了整整20年的短铅笔，绕过江月宁，径直走向那台被他吹上天的老祖宗机床。在千万级机床厚重的铸铁底座侧面，在那个只有我知道的机器振动重心上，我顺着金属的脉络轻描淡写地划下了一道横跨3厘米的白杠。划完，我把铅笔随手折断，扔进了垃圾桶，动作丝滑，没有丝毫拖泥带水。江总，这机器有心跳，他最听不得别人说他老。我拎起工具箱转过身，我没回头看哪怕一眼。下午2点50分，我坐在厂房对面那个马路牙子上，面前是一碗2块钱的素面。江月宁的表弟，那个刚从海外镀金回来内定要接替我位置的张浩，正领着一帮穿着白大褂的砖，对着平板电脑在车间里指点江山。张浩看着我不紧不慢吃面的样子，隔着玻璃窗发出一声不屑的嗤笑。他拿起对讲机，故意调大音量。某些人还没走呢，是等着看咱数字化奇迹，还是舍不得那点油水？我没理他，只是淡淡看着面碗里的倒影。2点55分，车间里那台老祖宗开始加速。为了赶航天局的单子，张浩强行提升了20%的切削负载。看着面前系统监控面板里显示的一切正常运转，张浩那来自海外镀金的优越感瞬间膨胀，不禁转头对我露出一抹十分不屑的讥笑。可从我的角度看过去，那台巨兽的基座正产生一种极其微弱却极具毁灭性的高频震颤。我知道，当那些冷冰冰的代码开始自我催眠的时候，真正的灾难连1秒钟都不会迟到。江月宁宣布机修班解散后的那个下午，车间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是被留下来办最后手续的。按照江月宁那个精密的近乎变态的离职模，我还有最后1周的岗位守则履行期。下午，生产线上那台承载航天叶片的压力平衡仪需要年度校准，这是厂里的命门，也是我闭着眼都能摸准脉的绝活。以往这种活，我拎个扳手听听机壳的回响，半小时就能调到分毫不差。但今天新上任的技术员小赵，也是江月宁的嫡系，拿着个平板电脑挡在我面前，皮笑肉不笑地递过来一本硬皮书。林老，江总说了，务必展现一下专业素养，按这个流程来，别再用你那一套掐指一算的野路子。成。我应了一声，没像往常那样直接上手，而是慢条斯理地戴上老花镜，翻开了那本厚得像砖头的规程。我翻开第1页，像老和尚念经一样，一字一句地开始折腾，检查环境湿度，校对水平仪0点，等待油温升至恒定的36.5度。每一个动作我都做得标准，得像从教科书里抠出来的，但也慢得让旁边等料的工人们想撞墙。我徒弟小杨在一旁急得满头大汗，假装递烟凑过来压低声音。师傅，你这是干啥？那压力阀现在热胀冷缩正厉害，你得凭手感拨那个微调螺丝啊，照着这破书读，天黑也调不准。小杨，江总说了，经验是工业废料，我现在是在按规矩办事，每1秒钟都得符合数字化标准。小杨愣住了，他看着我那双平时快如闪电，此刻却慢如蜗牛的手，似乎明白了什么，把烟塞回兜里不说话了。江月宁此时正领着那个内定接班的张浩在巡视，看到我这么温顺的翻书，江月宁对着张浩露出了一个赞赏的微笑，仿佛在欣赏一个被文明征服的野蛮人。时间在那些繁琐无意义的步骤中飞速流逝，按照手册那套叠床架屋的流程，2个小时过去了，校准才进行到1/3。
下午5点整，下班的电铃声尖锐地划破了车间的死寂，像是一道分界线劈开了2个世界。我正好进行到第3次基准测量，正要拿起扳手去动那个核心螺母，我没有任何犹豫，放下扳手，摘下护目镜，转身就开始收拾那个掉漆的铁皮工具箱。林工，就差这最后一下了，你扭过去再走啊，全线等着开工呢。对不起，小赵，江总昨天刚签发的校白皮书第1页就写着，为规避生产事故，非工时段严禁任何已办离职人员触碰核心模块。我这还有几天就正式离职了，不敢坏了江总的规矩。可这是航天局的急件啊！规矩就是规矩。我拎起箱子，在全车间上千人惊愕的目光中，绕过那一台台开始发出不正常共鸣的机器。我走到大门口，没去打卡，而是把那件穿了30年的工装叠得整整齐齐，放在了门卫室的桌子上。身后传来江月宁压抑到极致的怒吼，我没回头。回到家，我给自己炒了个花生米，刚抿了一口烧酒，小杨的电话就追了过来，声音里全是压不住的惊恐。师傅，炸了，全炸了！什么炸了？你走之后，张浩急着表现，想跳过手册最后几步，他没考虑到老祖宗机床的热疲劳，一扳手下去直接爆死了，整条链现在都在冒烟。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晃了晃杯子里的酒。江总不是有系统监控吗？监控显示参数一切正常，可机器就是在自杀。张浩现在坐在地上都快吓哭了。江月宁在车间里把所有的平板电脑都摔了。明天航天局就要带队上门拉货，现在连一块废品都吐不出来了。听罢，我不紧不慢地挂掉电话，像是听到一件毫不起眼的小事。仅仅1天，曾经那个精密的像心脏一样的第3车间，现在变成了一个充满铁锈味和警报声的屠宰场。张浩这种人，懂公式，懂代码，唯独不懂铁块，在极端压力下也会发火。而我留在机床侧面的那道白杠，现在正对着这一屋子的精英们发出无声的嘲弄。我倒要看看，没了我这个经验流，江月宁要如何完成这批关乎工厂生死存亡的航天叶片。江月宁的脸比车间里烧焦的轴承还要黑。那一整天，平阳重工第3车间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航天叶片的报废箱里堆满了泛着蓝光的次品，每一块都在无声地嘲笑着江月宁那套全智能生产模型。终于在下班前半小时，他召集了所有核心技术人员。会议室里，劣质烟草的味道和沉闷的呼吸声搅在一起。江月宁坐在主位上，那身昂贵的西装此时显得极其刺眼。他死死盯着桌上的故障报告，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看看这些数据，这就是你们给我的数字化答卷。狠狠刮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最后死死钉在我的身上。我知道，因为有人机修班解散的事儿，心里憋着火，故意看着机器自杀。但我告诉你们，平阳重工不养闲人，更不养破坏者。从今天起，全员进入战时状态，所有人给我盯在工位上，直到这批航天单子拿下来为止。他顿了顿，语气变得阴冷，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施舍感。林根，虽然你离职手续办了一半，但作为厂里拿最高津贴的高工，这最关键的一页你得顶上去。带上你的徒弟小杨，今晚通宵把主轴热膨胀的数据给我校准回来。只要活干得漂亮，我可以考虑撤回你的离职通知。他在等我感激涕零，等我为了保住饭碗而跪地谢恩。所有人都在看我。我平静地推了推老花镜，从怀里掏出那支断掉的短铅笔，轻轻放在会议桌中央。江总，你上任第1天说工业化不需要人的体温，只需要数据的忠诚。你说我的手艺是无法量化的杂质，是不值一钱的陈属经验。既然我的价值在你的算法里是0，那么现在你为什么要让一个0去守护你那价值3000万的科学？林根，现在是工厂存亡的关头，你跟我谈什么逻辑？不，我在跟你谈溢价。江总，这台老祖宗现在确实在自杀，但他的刀尖每震动一下都是在纠正你代码里的傲慢。你想要我的奉献，可以，但你得先在全厂通报里承认，你的数字化模型在金属的疲劳面前输得一败涂地。你做得到吗？江月宁气得浑身哆嗦，指着我的手在剧烈颤抖。他没想到，一个他眼中只会钻地沟的老头，竟然能用他最擅长的管理逻辑反向掐断了他的脖子。他想用集体荣誉感绑架我，但我早已从他亲手拆掉机修班的那一刻起，就成了这个工厂的异乡人。林根，你这是在自毁前程！江总，我的前程在那台机器的脉搏里，而你的前程在那张废品清单里。我没再看他一眼，转身推开了会议室沉重的大门。身后是江月宁疯狂摔碎水杯的脆响。江总，规则是你定的，现在请你按规则崩盘。5天后，昊天局的总工就要进场了，我倒要看看
你那完美的 PPT 能不能挡住那3000万的违约单？当晚3车间的核心传动轴就开始发出一阵沉闷的不规则的周期性颤动，这种颤动在老师傅耳里是金属分子在极度疲劳下的最后哀鸣，但在张浩带队的那帮系统优化组眼里，这只是传感器的一个波动峰值。深夜11点，我正靠在自家的阳台上吹风，徒弟小杨的电话打过来了，背景音里那台老祖宗的警报声尖锐的像是要把耳膜刺穿。师傅，出大漏子了！张浩嫌报警探窗长出了他的监控界面，强行重写了底层反馈逻辑，结果他把老祖宗唯一的物理补偿程序给误删了，现在主轴都要把地基掀翻。我握着手机，看着远方工厂那彻夜通明的灯火，语气平静的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小杨，现在是夜里11点。陈总上周刚签发了精密设备疲劳管理条例，严禁任何人在非排产时段进行底层参数逻辑修改。他追求的是绝对合规。我现在过去，就是带头违规。师傅，你快来吧，再不来，这3000万的轴断了，整条线就真的报废了。那是他的科学，我的手艺救不了他的数据。我挂掉电话，夜风很凉，但这比不上车间里那些被外行玩弄的钢铁更冷。第二天一早，我刚跨进办公室，门就被人一脚踹开。江月宁像一头发疯母牛冲了进来，她死死盯着我，指着我的鼻子大喊：林根，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昨晚转斗筹都要断了，小杨给你打了10几个电话，你为什么不接？你知不知道那台机床要是废了，全场都要跟着赔钱？你这就是赤裸裸的职务报复！他对着我咆哮，唾沫星子横飞，那张所谓精英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的不成样子。我慢条斯理地放下手里那本机械动力学，靠在椅背上，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忽然笑了。江总，我请问一下，是你说的数字化工厂不需要人的经验，这种不稳定的干扰项，对吧？他愣住了，显然没跟上我的逻辑跳跃。我继续微笑着一字一句地问：既然你的系统能预判一切，能自动化修复一切，那你为什么要在一个本该休息的深夜给一个被时代淘汰的老头打电话？你是觉得你的系统撒了谎，还是觉得你那个内定的接班人张浩连最基本的物理常识都没有？江总，我没接电话，是在维护你制度的权威。既然你规定了数字化是唯一的标准，那我就得给你留出证明它无所不能的时间。江月宁死死地瞪着我，胸口剧烈起伏，仿佛下一秒血管就要爆裂。最终，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好，林根，你有种！恼羞成怒的人往往会选择最愚蠢的路径。1个小时后，一份盖着公章的紧急任务单甩到了我的桌上。江月宁要求我在下班前写出一份涵盖3车间所有精密工序的生产线全面优化报告。他想通过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套出我脑子里关于那台机器的暗数据，好给张浩昨晚的失误擦屁股。我接下了。下午5点，我准时拎起那个掉漆的工具箱，在小杨复杂的注视下，准点跨出了工厂大门。第二天早晨，一份只有2页纸的报告放在了江月宁的办公桌中央，标题赫然写着：关于3车间生产体系脑死亡的核心症结分析，内容简练如刀。1、核心症结，决策层迷信算法，强行剥离物理补偿参数，导致设备进入不可逆的崩塌期。2、直接原因，昨晚张浩等非专业人员的违规操作，已彻底破坏主轴的动力平衡。3、建议立即全线停机，并对所有外行管理人员进行技术隔离。林根，你这是建议吗？你这是在指责我！我警告你，再这样消极怠工，我就以此为荣，正式开除你！我推开门走出去，当着所有人的面按下了手机的播放键。林根，现在我是厂里的总监，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以消极怠作的罪名正式开除你。他这2天在我办公室里咆哮威胁的录音，在寂静的走廊里清晰的回响。江月宁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意识到我并不是一个能让他随意拿捏的软柿子。经此一事，江月宁也终于消停了2天，但他带回来了一个更有杀伤力的人物——宋明，30出头，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穿着深灰色的定制工装，胸口挂着硕大的技术总监工牌。据江月宁介绍，这位是在德国实验室待了5年的精英，专门负责解决老旧工厂的底层陈疴。各位，宋总监带回来的是真正的工业大脑，以后3车间不再需要那些凭直觉干活的老伙计了。宋总监会用绝对的温差控制和受力模型，把这台机器洗胎换骨。江月宁的目光扫过我那身洗得发白、沾着陈年油渍的蓝工装，眼里写满了厌恶。宋明甚至没拿正眼瞧我，他戴上一副雪白的丝质手套，在机床边缘抹了一下，看着指尖那一点点黑色的润滑油，眉头紧锁。江总，这种野蛮的物理堆叠和满是污垢的环境是精密制造的耻辱。从今天起，我要把所有不合逻辑的手工补丁全部清理掉。宋明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对那台老机床进行了毁灭性的大清扫。他拿着昂贵的超声波探测仪，像医生手术一样，指挥着张浩拆开了主轴的密封盖。这是什么？宋明指着主轴后方，一片被我用焊枪烧得微微变形、卡在缝隙里的紫铜片，那是我3年前为了对抗这台机器地基沉降导致的轴线偏航，熬了3个通宵，凭着指尖感受转子震动，一点点磨出来的物理补偿电。宋总监，那是林师傅垫的，说是为了……胡闹！宋明冷笑一声，用长镊子将那片变黑的紫铜片猛地拽了出来，随手扔进了一旁的废料箱。在精密动力学里，这种手工垫片就是自杀行为，它破坏了轴承的预压力平衡。我们要的是原始参数的回归，而不是这种补丁。接着，他撕掉了我用短铅笔在床身上划出的用来观察热膨胀位移的基准线。这些乱涂乱画的东西，通通擦掉。我们要相信激光，而不是炭笔。我站在不远处的阴影里，看着那片救命的紫铜片像垃圾一样被丢弃。我没说话，只是感受到那台已经通电的机器在没人注意的角落发出了一阵只有我能听到的沉闷共振。就在宋明准备进行所谓的科学冷启动时，江月宁的秘书跌跌撞撞地冲进了车间。江总，德国博士集团的急件，他们那批超高精密叶片的订单必须附带一份 LG Physical Logic Lock 的技术拷贝报告。那是代码？不，德国那边说这台机器由于年代久远，金属存在记忆变形，任何软件补偿都是虚假的。只有林师傅通过手工垫片和位移基准划线形成的物理补偿方案，才是他们认可的唯一标准。江月宁的脸瞬间从青紫变成了煞白，他猛地转头看向宋明。宋总监，那个零根电的铜片呢？宋明此时正盯着面前的监控屏，脸色惨白的像一张纸。因为在失去了那片不起眼的紫铜片后，那台价值1000万的机床在转速提升到8000转的瞬间，突然爆发出一种刺耳的如同指甲抓挠黑板的尖笑。不可能！我的受力模型是完美的，为什么主轴的纵向跳动会直接爆表？这不科学！科学！我缓缓走出人群，从废料箱里捡起那片已经扭曲的紫铜片，在衣服上擦了擦油剂。宋总监，你懂柏林的实验室，但你不懂这台在平阳干了30年的老伙计。它这里的地基每年都会下沉 0.01 毫米，你追求的原始参数对现在的他来说就是穿了一双小了2号的铁鞋。江总，德国人要的那个 LG 物理锁已经被你的宋总监当成垃圾扔了。既然你觉得我的手艺是野蛮的堆叠，那现在就请你用你的科学模型去安抚这台发疯的巨兽吧。整个车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江月宁看着那批造价昂贵的叶片，在宋明所谓的完美校准下，正成批成批地崩碎成废铁。江总，你要的数字化工厂很干净，但它现在连一块合格的废铁都吐不出来了。距离德国博士集团要求的最后交付期限只剩下3天，那条价值1000万的生产线，在宋明和张浩几天的高科技优化下，不仅没吐出一块合格的叶片，反而彻底趴窝了。今天一早，当张浩颤抖着手指按下启动键时，车间里响起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闷响，那是金属在极度扭曲下发出的哀鸣。屏幕上没有跳出任何代码，主轴转速表直接卡死在0位，红灯闪得像是在流血。这是我预留的最后一道物理保险。我在那次被驱逐前的最后调试里，故意将传动轴末端的一颗偏心螺母顺着磨损的纹路反向卡了半圈，这半圈配合被宋明扔掉的那片紫铜片，构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陷阱。只要有人试图用软件暴力提速，这颗螺母就会因为共振偏移死死咬住差速齿轮。现在的生产线连手动盘车都转不动，就是一堆昂贵的冷铁。海归总监宋明拿着激光测距仪急得满头大汗，却连主轴为什么卡死都查不出来。他那些在国外实验室学的理想状态模型，在这台满是油垢和岁月的老伙计面前成了一叠废纸。江月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隔着那扇昂贵的实木门，我都能听到他在里面对宋明歇斯底里的咆哮，以及宋明那苍白无力的辩解。半小时后，办公室的门开了，江月宁走了出来，那身精致的小西装此时皱巴巴的，整个人像是瞬间老了10岁。他径直走到我的旧工位前，这是风波之后他第一次主动且带着一种扭曲的低姿态站在我面前。林师傅，算我错了，行了吧？之前解散机修班的事儿，是我考虑不周，我也太冲动了。只要你能让那条线在明天天亮前动起来，我马上恢复机修班，你还是班长，待遇直接提2级。只要你点头，我这就去跟厂里批流程。他以为职位和待遇能买回一个匠人的尊严，他以为我之前所有的沉默都只是为了多讨一点退休金。我抬起头，看着他那张写满了焦虑与权衡的脸，缓缓摇了摇头。江总，现在谈这些没意思了，我只有一个要求，召开全场大会，
就在你当初宣布机修班是工业残渣，让我们卷铺盖走人的那个高台上，你江月宁得当着全场工人的面，为你对这一行、对这台机器的傲慢，公开向我道歉。我要你亲口承认，你错了。江月宁的脸色瞬间从惨白变成了铁青。对他这种自诩精英、把面子看得比命还大的人来说，在几百个底层工人面前公开低头，比杀了他还难受。他的拳头在身侧死死攥着，指甲都掐进了肉里。林根，你不要欺人太甚，是吗？当初你在台上当着全场人的面把我的工具箱扔进垃圾桶的时候，怎么没想过欺人太甚？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的狠戾几乎要化为实质。最终，江月宁还是选择了他的那点可怜的尊严。不可能！宋明，去把煮粥箱强行拆建，我就不信没了那个老头，我还没法做蛋糕了。他决定孤注一掷。徒弟小杨跌跌撞撞地跑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脸上全是绝望。师傅，他们疯了！江月宁让宋明强行用工业千斤顶去顶煮轴，那可是冷缩配合的精密件啊！一旦受力偏移，煮轴做就彻底废了。我坐在椅子上，手里摩挲着那支陪了我20年的短铅笔，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由他去吧，小杨，他会后悔的。是的，他会后悔的，因为他不知道那台机器的物理平衡点已经被我用那半圈螺母锁死在了受力环里。暴力拆解不仅救不了机器，还会让这堆千万级的设备彻底变成废铁。窗外夕阳如血，我知道明天早晨，当德国博士集团的克劳斯先生踏入大门的时候，江月宁的精英梦将迎来最彻底的碎裂。3天的死寂像是一场漫长的葬礼。平阳重工第3车间的老祖宗机床现在就像一具被拆解的支离破碎的尸体，传动轴被宋明用压力泵强行顶歪了，机身四周散落着断裂的螺栓，原本精密无比的导轨上甚至被暴力拆卸，留下了几道刺眼的划痕。江月宁站在一地废铁中，脸色比死人还难看。而德国博士集团的克劳斯就在这个时候踏进了车间。这位在精密制造领域享有盛誉的德国老头，并没有去看江月宁准备好的 PPT 数据，而是径直走向了那台惨遭毒手的机床。江月宁彻底疯了，索赔程序的阴影压得他喘不过气。他知道，如果今天不找出一个罪犯，他这个海归精英的职业生涯就彻底交代在这儿了。于是他当着克劳斯的面，当着全场几百号工人的面，指着站在角落里的我：克拉斯先生，您看到了吗？这台机器之所以毁掉，就是因为这个固执自私的旧时代残余。林根，他为了报复工厂的数字化转型，故意在主轴里留下了致命的物理陷阱，甚至拒不配合宋总监的科学调试。他这是在谋杀这台机器，谋杀我们的合作。江月宁转过头，冲着保安吼道：把他给我架出去！我要起诉他！我要让他这辈子都背着破坏国家财产的罪名进反母。2个保安有些迟疑地走向我，我没动，只是静静地看着那台冒着焦糊味、主轴已经严重形变的机床。那一刻，我心疼的不是自己的工作，而是这台陪了我30年，却被一群外行硬生生折腾废了的老伙计。住手！克劳斯的声音并不大，但那种德国人特有的森冷语调，让喧闹的车间瞬间安静了下来。他没有理会跳脚的江月宁，而是蹲下身，从那一堆乱七八糟的废料箱里翻出了一样东西，那是被宋明当成垃圾扔掉的，被我拧了半圈的那颗异形螺母，以及那片已经变形的紫铜片。克劳斯的手在微微发抖，他从兜里掏出一块洁白的丝巾，一点点擦去螺母上的黑色油垢，露出了上面几道细若发丝却极具规律的手工研磨痕迹。这是谁做的？是他，就是林根。他违规修改了原厂的禁锢参数，导致了主轴锁死。闭嘴！你这个愚蠢的屠夫！克劳斯突然爆发出一声怒吼，他手中的紫铜片直接摔在了江月宁的脚下。克劳斯跨过满地废铁，径直走到了我的面前。这个在斯图加特最挑剔的专家盯着我那双满是老茧和伤痕的手看了足足半分钟，然后他做了一个让全场几百号人终生难忘的动作。他没有握手，而是低下头，看着我胸前那枚已经磨损的看不清字迹的大南重工首席技师的胸牌，缓缓摘下了他自己的白手套，用最隆重的德国礼节对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尊敬的林，5年前，我们博师在修复2战时期的那台海德里奇机床时，遇到了严重的震动共振。最后是一个匿名的中国技师发来了一封手绘图纸，图纸上只有一句话：在受力不均的支点垫一片有温度的铜。那不是什么陷阱，那是这台机器最后的保命符。因为这台机器的地基早就不合格了，是林先生用这半圈螺母的微调和这片铜皮的厚度补偿了你们工厂地基的塌陷。他是在用他的血肉经验帮你们挡住3000万的损失。现在你们亲手杀死了这台机器的灵魂，你们把唯一的医生当成了杀人犯，却让一群拿着激光仪的盲人去主刀。林老师，我代表博师请求您，还能让他活过来吗？
我看着江月宁那张瞬间血色尽失、惨白如鬼的脸，终于露出了这场风波以来第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怜悯。整个车间安静的能听到每个人狂乱的心跳声。江月宁站在那里，像一尊被雷劈中的雕像，身体僵硬，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他大脑里那根名为精英常识的弦，似乎被这惊天的反转给彻底崩断了。克劳斯先生看都没再看他一眼，而是转身充满期待地看向我。林老师，我们博时集团之所以选择大南重工，并不是看中这些冷冰冰的钢铁，而是因为在之前的技术评估中，我们确认了这条生产线的精密核心采用的是您独创的 LG 物理应力补偿法。您的这项手工调教技术是我们保证叶片换差进入微米级的唯一路径。没有您的签字校准，这些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在博时眼中全是废铁。这番话像一把无形的巨锤，将江月宁最后的尊严砸得粉碎。他一直以为自己靠的是数字化改革，靠的是宋明的海外模型，可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最引以为傲的跨国订单，仅仅是因为他最看不起、最想除掉的那个老顽固。我从兜里掏出一叠被汗水浸得有些发黄，但依旧平整的专利证书复印件，白纸黑字，红色的印章，在专利持有人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林根2个字。那是3年前我为了保护这台老机器的调校数据，自费申请的物理逻辑专利。克劳斯先生郑重地接过证书，向我点点头，仿佛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他转向江月宁，眼神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寒风。江女士，现在我想我们需要一个解释。你刚刚宣布开除了这位 LG 物理逻辑所的全球唯一持有人。江月宁的身体晃了晃，几乎站立不稳。他求助似的看向周围，但迎接他的是工友们憋了许久终于爆发出来的鄙夷目光。那个平日里仗着江月宁作威作福的张浩，此刻更是缩在宋明身后，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收回证书，环视全场，目光最终落在了江月宁那张绝望的脸上。是时候清算了。克劳斯先生，想让生产线恢复并且比以前更好的运转，我可以做到。林老师，您请讲，我们需要配合什么？我需要和贵公司合作，但不是以这家工厂员工的身份，因为我刚刚已经被这位江总开除了。至于解决这堆废铁，我有3个条件。第一，这个人以及他那个只会弄虚作假的表弟张浩必须立刻从大南重工消失。我不想在任何与这台机器有关的地方看到他们。第二，公司必须就江月宁在全场大会上对机修班进行的公开羞辱和名誉诽谤，向我支付50万作为名誉损失赔偿。这笔钱1分都不能少。第三，从现在开始，我以独立技术顾问的身份介入，我的收费标准是按小时计费，每小时1万元，直到这台机器吐出第1块合格的航天叶片为止。每小时1万！人群中再次爆发出倒吸冷气的声音。在小杨他们眼里，这简直是天文数字。但这一次没有人觉得我疯了，因为所有人都明白，此刻的我手里握着的是这间工厂的命脉。江月宁听到这3个条件，两眼一翻，竟直挺挺地向后倒去，摔在了他亲手拆掉的机床零件堆里。克劳斯先生听完，没有丝毫犹豫，立刻点头。林老师，您的条件非常合理，对于一个掌握核心物理逻辑的大师来说，这是应得的尊重。我立刻联系你们集团的董事会，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保证博士的索赔函会在1小时后送达。我知道这场关于匠人尊严的战我赢了，赢得了彻彻底底。克劳斯先生的电话直接打给了集团总部的最高执行官陈总。不到5分钟，江月宁办公室里，那台昂贵的视频会议设备就被强行开启了。屏幕上，陈总那张不怒自威的脸阴沉的吓人，他没有看江月宁，而是死死盯着那台被拆得支离破碎、正冒着青烟的老祖宗机床。陈先生，我眼前的这位林技师是这台机器唯一的调调翻译官，没有他的手工位移补偿，这些精密零件在博士眼里就是一堆废铁。如果你们坚持要开除这份订单的灵魂，那么博士将立刻撤资，并追究你们损毁核心生产线的法律责任。江月宁瘫坐在墙角，那身名牌西装被油渍蹭得斑驳不堪，他张着嘴，却连一个求饶的字都挤不出来。林师傅，我代表集团，为江月宁在管理上的傲慢和对匠人精神的灭毒，向你表示最深切的歉意。他在镜头前缓缓欠了欠身，这是一个统帅对核心技术的低头。你的3个条件，我代表集团全部签字同意。50万的名誉补偿金半小时内到账，那是你应该拿回来的尊严。至于江月宁，即刻起解除江月宁在大南工厂的一切职务，他的那个数字化10家组原地解散。至于那个跟着他胡闹的张浩，直接滚出工厂，永不录用。
克劳斯先生冷哼一声，将一份他在来华飞机上就整理好的比价清单直接重重地摔在了会议桌上。陈先生，你口中那套价值500万欧元的激光补偿系统，在德国只是三流工厂的报废库存。根据我们的调查，你通过海外的一家空壳公司从中吃掉了至少30%的回扣。你毁掉林老师的机修班，不仅仅是因为傲慢，更是因为林老师那双眼睛太毒。只要他在，你那些以次充好的高科技垃圾就永远进不了大南的车间，对吗？全场死寂，那些平日里被江月宁洗脑的中层管理人员，此刻纷纷投去鄙夷的目光。原来所谓的科技新厂，不过是一场坚守自盗的幌子。视频挂断，办公室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那些平日里跟着江月宁一起嫌弃机修班又脏又老的中层干部们，此刻缩着脖子，甚至不敢抬头看我。我站起身看了一眼手机，50万的到账提醒准时弹出，那不是一串数字，那是江月宁亲手抽在自己脸上的耳光。林老师，请您救救他，只要能让他恢复平衡，我的支票簿随时为您开启。听罢我莞尔一笑，我根本不在乎他的支票，只是舍不得前辈们留下来的宝贝就这样被毁掉。我从小杨手里接过那个磨损的发亮的工具包，迈步走向了3车间。当我再次走向3车间，人群像摩西分海一样自动向两边退开，每一个人的眼神里都写满了复杂的情绪，敬畏、狂热，还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再也没有人敢用看过气老头的眼光打量我。车间大门口，红蓝交替的警灯闪烁，江月宁那身昂贵的小西装沾满了灰土，头发凌乱，那双原本习惯握高尔夫球杆的手，此时正被冰冷的金属手铐死死锁住。江月宁，关于你在数字采购项目中涉嫌职务侵蚀和巨额回扣的证据，审计组已经移交，请跟我们走一趟。办案人员的声音冷酷而坚定，在数百名工人的注视下，这2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蛀虫像2条丧家之犬被塞进了车。那一刻，车间里响起了一阵压抑不住的雷鸣般的欢呼声。我走到了那台冰冷的机床前，主轴歪斜，液压表指针锁死，它像一颗停止了跳动的心脏，透着一股死寂的冰冷。克劳斯先生、王工、小杨以及所有的技术人员都围了上来，屏息凝神地看着我。我的手指在物理操作杆和微调旋钮之间飞快地跃动。我没有去看任何宋明留下的所谓参数手册，那些数据早已刻在了我的骨子里。我伸出左手，按在主轴箱的侧壳上，闭上眼，感受着内部那微弱的余震。小杨，3号传动齿轮向左拨动3格，不是2格，是精确的3格。王师兄，手动泵压力推到 6.8， 不要看表，听回流阀的声音，响3声就停。小李，把刚才宋明加的那几个冗余电子件全部拆了，这机器不需要那些乱七八糟的洋一支。我的声音冷静而清晰，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专业和权威。整个车间成了我的指挥部，从车间主任到普通工人，在这一刻都成了我手中精密运转的组件。他们第一次发现，原来修机器可以如此行云流水，如此的赏心悦目。只用了15分钟，我重新找回了被江月宁暴力顶歪的物理中心线，最后一次收紧了那枚带刺铜片的偏心螺母，然后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那个硕大的绿色启动按钮。嗡，沉寂了数日的生产线发出一声沉稳而有力的轰鸣，重新苏醒了过来。轴承旋转的声音流畅得像一首古典乐，没有任何杂质。第一块闪烁着冷冽光芒的航空叶片缓缓下线。克劳斯先生亲自走上前，甚至顾不上戴手套，直接拿起零件就放到了高精度检测台上。屏幕上的数据开始疯狂跳动，最后定格，良品率 100%， 精度公差 0.001 微米。这个数据比江月宁吹嘘的那套数字化方案还要精密1个量级。车间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小杨紧紧抱住扳手，竟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我靠在油渍斑驳的椅背上，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看着那条重新焕发生机的生产线，我知道这不仅是大南重工的胜利，也是我用这双满是老茧的手为天底下的匠人赢回来的尊严。就在全场人为生产线复苏欢呼时，我蹲在核心驱动组前，眉头却拧成了疙瘩。我没有看任何传感器数据，只是用指尖轻轻抵住那根直径半米的传动主轴，那种震动不对，像是有无数细小的沙粒在金属内部摩擦。小杨，起重机过来，把这根轴给我调出来。周围的人都愣住了，刚恢复生产，现在拆轴，但这几天攒下的微信让我一句话就成了圣旨。当那根泛着荧光的合金轴承被彻底抽离时，现场瞬间死一般的寂静。主轴表面布满了蛛网般的疲劳裂纹，最深的地方甚至已经开始崩口。这可是陈组间报备的顶级革梦铂橡钢啊，怎么跟酥饼似的？我掏出那支磨损的只剩3厘米的短铅笔，在裂纹处轻轻划过，铅笔芯顺滑的就陷了进去。我冷笑一声，转头看向克劳斯先生。原来江月宁为了套取高额差价，
竟用廉价国产翻新件替换了合同里的顶级原厂件，证据确凿。我立刻封存了这根伪装轴承，并找到被江月宁和张浩联手篡改过的私人采购合同。合同上，江月宁那张狂的签名，此刻成了他的催命符。他为了填补自己海外投资的窟窿，用国产廉价翻新件替换了昂贵的德国核心件，这才是机器频繁闹脾气的真相。陈总第二天带着总部的几位元老赶到了平阳，他没有在会议室坐着，而是直接来到了满是油烟味的3车间。他把一份副总经理的聘书和一份股权协议递到我面前，眼神里全是那种商人特有的志在必得的拉拢。林老师，江月宁进去了，这家厂不能没主股，从今天起你就是这里的副总，占股3%，你只要点个头，大南以后你说了算。陈总，副总我就不干了，我这双手适合拿扳手，不适合拿金笔。我提个方案，以后大南重工不需要什么数字化运营部，我们成立一个林根工作室，我不拿年薪，我只要一项权利，厂里所有涉及技术研发和生产安全的决策，一票否决权。另外，那3%的干股分红，请您把它成立一个老师傅带徒基金，专门奖励那些肯钻研手艺的年轻人。陈总愣住了，他习惯了用金钱和地位去驯服人才，却没想到在林根这里，那些东西竟轻如鸿毛。1周后，我召集了全场大会，我依旧穿着那身破旧的蓝色工装，此刻我手里拿着扩音器。我叫林根，以后我不在办公室，我就在3车间。我在这儿立3条铁律：一，手艺就是权利，以后谁的活干得漂亮，谁拿最高奖金，不用去江月宁那种人面前摇尾巴。2，安全大于天，谁敢在弄虚作假拿劣质零件糊弄事儿，不管你是谁的亲戚，直接卷铺盖滚蛋。3，传承，我会把大南30年的调教秘籍全教给你们，别想着靠学历压人，在这儿咱们靠汗水和准度说话。台下先是安静，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不是对职权的敬畏，而是对一种纯粹职业尊严的认同。阳光穿过布满灰尘的高窗，照在那些斑驳的机械臂上，我知道江月宁那种靠权术和关系横行的畸形时代结束了。这不仅是我的荣耀，更是属于中国工匠的顶天立地的尊严。